女儿嫌我管教太严，明明考了211的成绩，故意填了大专，我把她揍一顿，扔去了复习班。第2年高考，她成功考上北大。女儿功成名就后，在网上发了一篇原生家庭小视频，宣布跟我断绝关系。我被成千万的人网暴，最后去找女儿，她就灌我喝了百草枯，然后把我关在房间里7天7夜，眼睁睁看我死去。再睁眼，是女儿给我专科录取通知书那天，这次我没给她报复习班，而是自己报了名。我刚进家门，女儿就把录取通知书塞到我手里，妈，我录取通知书到了。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学校署名是某高等专科学校，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看，哪怕是专科，我也能出人头地。女儿的话震耳发聩，我有些恍惚。女儿智商很高，但是自制力不够，小学初中知识点少，她凭借自己天赋不学都能拿第一，所以她对学习不感兴趣。中考那年，她就想随着自己好闺蜜上职高，当时怕我不同意，她叛逆的语文交了白卷。我知道这件事后，直接把她打了一顿，然后求爷爷告奶奶，花钱把她送进一所私立高中。这所高中以军事化管理著称，我害怕她压力过大，寒暑假都会带她出去玩，也没有给她报过任何课外补习班。她高考成绩刚好能上一所211学校，可是她却改了志愿。上辈子我看到这张录取通知书后，气急败坏的把她打了一顿，然后我把她送去了高4复习班，复习班比高中还严，发奋200多天，女儿成功考上了北大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女儿凭借自己的天赋，成为了一名外交官，并且因为长相甜美，在全网走红。很快她遇见了同样优秀的男朋友，2位人要组建家庭，我拿出毕生积蓄给她买了房子。就在买了房子第2天，女儿录制了视频来指责自己的原生家庭。她在视频里说我从她小时候就天天家暴她，她说是因为我嫉妒她跟自己父亲太亲近，所以跟她父亲离婚，说我拿她当学习机器干涉她交友，毁掉了她的童年和青春期。直到成年，她想起高4那段黑暗的日子，还想要自杀，而她那个什么也没做的父亲却成了救赎的光。我被网友扒出来，全网都在骂我，有些人就不配当妈，这种妈好窒息，为什么要控制女儿的人生？沈一好可怜，怎么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？我去找女儿质问，她却掐落下把给我灌了百草菇。之后她把我关在出租屋7天7夜，让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在痛苦中一点点死去。我19岁怀上她，为了她跟重男轻女的丈夫离婚，为了她过得好一点，一天打3份工。我呕心沥血，希望她好好读书，只是因为我初中刚毕业就被家里赶出来打工工弟弟，从此尝尽社会的百般辛酸。我不想让她跟我一样吃了没文化的亏，没想到她因为这件事恨我，造谣诋毁我，最终还要了我的命。我整个人心寒至极，重来一生，我绝对不再干涉她的选择，也不控制她的人生。我把通知书放到一边，轻声对她说，专科就专科吧，上什么学校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可能是我冷冰冰的态度，让女儿有种拳头打到棉花的感觉，她神情有些慌乱，你不用冷嘲热讽，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专科不一定比本科差。我摆手，你想好了就行。晚饭我没有心思做，女儿自己煮了带方便面，我出来倒水时，她吃得这么香。妈，我爸说要带我去北京旅游，你给我拿点钱。上一辈子，女儿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旅游，不过当时她没说是要跟爸爸去。这次把前夫搬出来，恐怕是因为我对她白天的事情没反应，现在想刺激我。往日里我最烦她跟前夫走得近，因为前夫在婚后日子过得并不好，抚养费1分钱没出不说，还经常让女儿用零花钱接济她。前夫是个很无耻的人，当初我生了女儿，他们看了我一眼就走，前夫更是月子里就跑去出差，动不动就挡了孩子，很冷暴力，连生活费都懒得出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女儿为什么那么亲近前夫。在女儿视频里我找到了答案，女儿说只有在爸爸和后妈那里才不会想还有学习这回事，她感觉到了放松。女儿也不想想，她学不学习跟前夫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上辈子我刚打完她，心里正是愧疚，听说她要去北京玩，就亲自带她去了。旅游景点玩了个遍之后，我带她去了清华北大2所高校，本意是让她感受医学术氛围。在女儿视频里，她说我带她出去玩都是去各个地方的高校，她把我这个行为解读成精神控制。我喝完水，你爸带你出去玩，不应该你爸付钱吗？女儿气恼，我可是你妻女儿。我摊开手，依你放心，你绝对也是你爸的妻女儿。女儿猛串了一下桌子，你不就是还在生气我背着你偷偷改志愿？这是我的人生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说对，所以殷宝贝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过不被定义的生活。我拿着水杯回卧室，关门前劈到女儿的脸，她满脸的迷茫和无措。她知道这条路选择的有多么错误，只是为了刺激我爽那么一下，如今却真的要去过这样的生活了，想必也是害怕的吧。以前遇到这种事，我都会敦敦教导，告诉她犯错了没事，我们及时改正就行。可是现在我不想说了，我只想看她一错再错，直到她的人生发烂发臭。第2天一早，女儿就不见踪影了，估计是去前夫那了。我没管她，我去了高4补习班，那里人很多，教导主任给我介绍他们师资多强大，最后问我女儿的成绩，我不好意思道，不是给我女儿报。教导主任，那你给谁报？我是要给自己报，可以吗？上辈子我自己没读过书，甚至不读书要吃多少苦，他怕女儿跟我一样，所以常常让她好好学习，可女儿却觉得学习是给我学的，我不应该把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她。我想了一晚上，觉得他这些话不无道理，上个好大学是我的愿望，那就让我自己来实现。教导主任愣了几秒，对我笑了，当然也行，不过会有些辛苦，希望你能坚持下去。我又提出我没有上过高中，只有初中毕业证，
班主任看起来没有任何歧视，他告诉我没有上高中也可以作为社会考生来参加高考，当地有一个高考报名政策，初中毕业3年后，只要有初中毕业证就可以参加高考。我很喜欢这个教导主任，很痛快的把钱交了。回家后，我在女儿房间把高中的书整理了出来，碰巧这时候女儿回来了，她看着一地的书，非常厌恶的告诉我，我不复读。我抬头，没说让你复读，女儿一顿。我看着她肩膀上的包，你没跟你爸去旅游？女儿揉了揉鼻子，爸爸说他店里忙，过段时间再去。结果第2天，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前夫旅游的照片，他们一家4口，其乐融融。我把照片给女儿看，她表情很精彩，二话不说，拿着手机给前夫打个电话，前夫哄人技巧高超，没5分钟就把人哄好了。女儿趾高气扬的告诉我，爸爸说他们不是出去玩，是送阿姨去北京看高血压，你不要总觉得我爸是坏人，什么级别的高血压，还需要去北京看。我再一次心寒，在女儿眼里，所有人都是好人，只有我这个亲妈是坏人。之后的假期，女儿没有再出去过，她为了报复我，以气之下报的专科的事不胫而走，就连同学都没几个理解她的，那些老街坊的话更像是密密麻麻的针，每句都会撕向她。女儿刚开始还有些后悔，她想我的时候欲言又止，后面被那些话激的坚决要上专科，她偏要趟出一条路出来。女儿不出门，方便了我，为了维持生活，我经营着一个水果摊，起早贪黑，散了一些钱，上辈子我用这些钱给即将结婚的女儿买的套房，如果不给女儿买房，这些钱足够我养老，至少我读书期间的花销肯定够了。在女儿开学之前，我把水果摊卖了出去，半个月后，女儿开学了，我也开学了，因为是同学中唯一一个中年妇女，学校很照顾我，让我跟苏果阿姨住在一起，同时还允许我带手机，当然只有晚上才能用。同学们也还好，刚开始他们讨论了我2天就不再聊了，毕竟大家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学习。以前陪女儿写作业的时候，我常常翻着高中的书看，自以为那些题不难，可因为基础太差，刚开始有些吃力。1个月后，月考我考了班里倒数第1，班主任比我还小几岁，他找我过去，温柔的告诉我，让我压力不要太大，说我很聪明，很多东西一点就透。这个班主任也是上辈子女儿的高4班主任，当时女儿总跟我说学习压力大，说班主任的不好。来了他班上我才知道，班主任是个顶负责的人，他关心每一位同学，不管是学习还是心理。如今学校很关心同学的身心健康，所以尽管是高4，我的学习生活一点都不枯燥。女儿的专科生活比她想象中惬意，她每周给我打1次电话，固定节目时要生活费。她朋友圈内容很丰富，登山、烫头、化妆、纹身等，她每天都非常快乐。这样日子重复着过着，我月考成绩一次比一次好，从导1到导3，最后到了班里中游。班主任开班会时特意夸我，所有人都给我鼓掌，那些刚开始看不起我的人，如今看向我的眼里也有了一些肯定。我这才发现，学习也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，你征服一道数学题，宛如征服一座山。那天刚下早自习，班主任来教室找我，他说有人在校门口等我，我走过去看，一时间差点没敢认。女儿烫着大波浪，忙装艳抹的出现在了我面前。我算了算日子，你们放寒假了，妈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多丢人？我知道他嘴里这种事指的是什么。我双手抱胸，冷冷问他，我读书上进，怎么丢人了？你都多大岁数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很多同学也在这里复读，高中同学群都快把我笑话死了。我回了他一句，他曾说过的话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就是报复我对吧？女儿又气又急，她整个人像一只炸了毛的猫。沈静怡，你赶紧给我退学，不然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我愣了愣，女儿可能觉得自己威胁起了效果，眉眼中有些得意。如果没有上一世的经历，我肯定难以接受女儿如此寒心的话，可现在的我不温不火道，好啊，没有他，我根本不需要带手机上学，也不用再支付他生活费。女儿脸色苍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不开你？我现在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兼职挣生活费，就算这么的不多，我还有我爸呢。兼职，大学生能做什么兼职？不过就是一些发传单端盘子的工作。上一辈子他大学时也说要坚持，我觉得这些工作没有意义，且学不到什么东西。你说我把他生活费提到4000元，让他不要只想着眼前的蝇头小利，还是要看得远一点，给他报班，学各种语言，考证。女儿在语言这方面天赋极高，所以大学毕业后，她熟练掌握了6国语言。我说可以，随你。女儿气急败坏的走了。第2天一早，她又来了。女儿说，我爸说他原因抚养我，但我必须搬到他户口本上。说完，他十分得意，妈，你总跟我说爸爸不负责任，今天你知道吧？他很爱我，他一听说我想回他呢，他立马就同意了。我表面道，是，心里却想，如果他爱你，早些年为什么不征服养权？现在无非是看你长大了，马上能挣钱了，所以才答应这件事。可这话我是不敢说出来的，如果说出来，只看女儿又要说我心里阴暗了。我跟老师请了假，跟着女儿去了办迁户口的手续，害怕女儿以后反悔。在我要求下，我们弄了断绝关系协议书。女儿落笔时，其实有些后悔了，毕竟这么多年，我们相依为命，她就算再恨我，多少也是有感情在的。妈，别这样了。她看着我，你不就是想让我考个好大学吗？你退学吧，我也退学，我去复读，给你考个好大学出来。她还是不懂，这个大学根本就不是为我考的。从小到大，我对她愿望也不是考上什么好大学，我一直希望的是她能不放弃自己，不要对不起这份人生。我希望的是，什么年龄做该做的事，哪怕做不到，努力过了，也不会有遗憾。更何况以她的天赋，做这些比别人简单多了。我对她笑了，开口说道，不用了，
我现在觉得这大学还是自己考才有意思，高4没有寒假可言，学校只在出新那段时间给我们放入天假。我父母都是重男轻女的人，平日里只跟我要钱，在我告诉他们过年不回去，钱汇到以后，就再也没接到他们的电话。我在家安心学习，直到出席夜当晚，女儿打开了我的家门，她说想我了，可我却看到了她额头上的伤。我问她怎么回事，我这才知道，女儿在前夫家过得不像她想象中那么好。刚才是几天还行，后来她亲爱的宋阿姨觉得她在家里吃闲饭，就让她做家务带孩子。女儿在家里买干过这些事，做了2次把孩子摔了，宋阿姨就追着她，又打又骂，她跑到前夫那里告状，本来以为前夫会站在她这边，结果前夫却也是指责她不懂事。第2天，前夫就把她送到了朋友饭店做兼职，每天用凉水洗盘子，洗得她手冻疮都出来了。刚才饭桌上，女儿跟前夫哭着说不想干了，前夫威胁她，如果她不干，那开学就不给生活费。女儿顶了2句嘴，前夫拿着椅子就打她，她跑了出来，妈，你说了我1晚上行不行？她哭唧唧的跟我说，我点头，行吧，那你在这里住1晚吧。回了房间，我继续学习。女儿也凑过来，看着我做的是件错题不少，在一边冷嘲热讽，妈这种题不应该错呀，你这水平就别参加高考了呗，报成人高考的了，反正你只是想要毕业证。我皱眉，你要还想在这住1晚上就闭嘴。女儿撇撇嘴，这1晚上我们相安无事，可能是因为我收留了她1晚，她觉得我们关系有所缓和。第2天她就说，妈，我去辞了那个坚持，今天晚上我就搬回来。我没说话，等她离开后，我直接找开锁师傅换了一把锁。下午，女儿大包小包拿着东西回来，却发现又要是打不开门了。她把门拍得震天响，我出来隔着防盗门跟她相望，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拿出来那份断绝关系协议书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咱俩断绝关系了，你快让我进去，我为什么让你进来？这是我家女儿脸色发青，她咬牙，你来真的，你别后悔。我挥手，好走不送，女儿走了。没多久，前夫给我打电话，在电话里边，他叫肖着，以后女儿跟他一起生活，我必须每个月按时给他抚养费。我冷笑，先不说他已经19了，我没有义务给他抚养费了，就说前面那19年，你该给我的抚养费什么时候给过？前夫说，一码归一码，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养他吧，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吃饭呢，这样你把他每个月生活费给了就行，别的我也不跟你要了。我说你可真会算计，大学生能有什么花销，就只有生活费了吧？想要抚养费，行，你去法院告我吧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他的电话，顺便拉黑了他的电话。从那天之后，女儿和前夫都没有再跟我联系过，女儿朋友圈没有拉黑我。大一下学期，她进了学生会，拿了奖学金，每天跟同学端盘子，还找了男朋友，日子好像很丰富多彩，甚至她还在朋友圈写下不负少年。我第1次高考，成绩不太好，只过了本科线，这在我意料之中，毕竟岁数摆在这里。复盘以后，我又报了补习班，还是那个班主任，他本想劝我上个普通本科也挺好，可我觉得既然已经做了，就应该做到最好。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，可我偏要征服心中的那所最高学府。重新复读之后，我收到了女儿消息，你能不能别再丢人了？我拉黑了她的微信，从那之后再也没关注过她的消息。再次得知她的消息，已经是2年后了。第2次高考，我刚刚够上211分数线，可我觉得我的潜力不止如此，于是我又考了1次，功夫不负苦心人，这次我成功考上了顶尖学府北大。分数一出，我的班主任，我的老朋友，比我还激动，跟我抱着哭成一团。第2天就记者来采访我，他把我高考的故事发到网上，顿时引起热议。大家都佩服我的勇气，偶尔有1、2个冷嘲热讽的，也会被网友怼回去，毕竟那可是北大呀。我趁机开了个账号，就叫做中年大妈的北大生活，刚一注册，密码有了2万粉丝，我的采访上热搜，我相信女儿和前夫也看到了，我有点期待他们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呢？可他们谁也没有联系我。同学聚会上，其中有个是女儿的高中校友，以前和女儿关系不错，那个女孩告诉我，女儿今年专科毕业，当初信誓旦旦说专科也能出人头地的女儿，在实习时尝到了专科的苦，本科工资比她高1倍还多，所以她接着考了本科，考上一个民办本科，想现在开始努力。可我知道前夫不会让她上的，民办本科学费太高了，前夫不会出这钱。果不其然，在我进入北大第1个学期放寒假那天，我在家门口看到了女儿，女儿变了很多。从前她是天之骄子，学霸，骨子里都带着自信和骄傲，如今身上看不到一点天才的影子。上一辈，女儿大学一毕业就从万人中杀入了外交部，靠的就是她强大的气场和临危不惧的魄力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女儿优秀又漂亮，现在她化着浓妆，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，只感觉大街上都是这种人，平均无奇。她一看到我，伸手抓我哥哥，妈，您救救我，我爸要逼我嫁人。正如我想的那样，前夫根本不给女儿出学费，女儿说走助学贷款，前夫2话没说撕了她的录取通知书，并且给她找了个人家，爸爸想要我嫁过去，这样她就能收彩礼，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，女儿哭都不行。那个男生是中专毕业，职业是装修工人，正职也不少，但是个子很矮。我想起上辈子女儿的那个男朋友，女儿现在的未婚夫，和那个男生简直是云泥之别。那男生是航天学校毕业，学业、家庭、工作都是高净端。就这样，我和他父母商量婚事时，他父母都说是那个男生高攀啊，人家眼界决定人的生活。如果女儿走过上一辈子的路，她现在不愿意的理由，肯定不是不想这么早结婚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是你自己的人生，我不想插手。女儿最后还是走了，她临走之前对我恨恨说了一句，我恨你，
我真是无语，选择走这条路的是他，逼他嫁人的是前夫，到最后他恨的竟然还是我。我的大学生活很紧张，周边同学都太优秀了，我要非常努力学才只能不被落下太多。我想上一辈子多促女儿那样，多促我自己，学习、考证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。很快大学毕业，因为受到很多人关注，我作为优秀毕业生站上演讲台，我非常感谢这个机会，在演讲10几次，想落泪，最后又硬生生憋了回去。我记得上辈子也是这个地方，当时女儿站在台上意气风发，我在台下骄傲满满，同时心里还有点小遗憾，当时就想，如果我拥有这样的人生就好了。当时想的也是，就算自己没有拥有，女儿这样也值了。可是后来的女儿让我太失望了，还好我变成自己想象的样子，以后不会有人看不起我。我的演讲在网络上广为流传，因为年龄大了，没有办法再进国家单位，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同时决定继续读书。我早就决定要出国，去看看水果摊之外的世界。于是我回到家乡办手续，下飞机口渴，我去附近超市买水，结账时听到熟悉的声音，一抬头是女儿，几年不见，她变化更大了，整张脸都不再光彩夺目，整个人黑了好几个度，还带着肚子，估计要生了，那双眼睛不再清澈。我培养了她10几年，她最后在这里做了个收银员，看我迟迟不动，女儿终于抬头，看到我那一瞬间，整个瞳孔都缩了一下，妈好久不见，我对她笑笑，利落的付了款，潇洒离去。其实我曾有过女儿的消息，是在大3那年，我的恩师给我发了一张女儿的图片，问是不是我亲戚，他说女儿来报名复读，看到女儿的眼睛和姓名，他就觉得跟我有关系。我回复她是我女儿，人时笑呵呵的回复我，这下好了，又一个亲辈好苗子，你们真是我的福星。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女儿去那里没2天就被家里找了回去，前夫和女儿的丈夫指责他们乱收学生，女儿是家里顶梁柱，他们把整个学校闹得鸡飞狗跳，最后学校赔的钱，女儿的名字也被各位夫妻半拉黑了。我跟恩师赔不是，恩师摆手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回了家，晚上有人敲门，我还没开门，就听见女儿喊我，我打开门，她笨拙的走过来，妈，你能不能捉点钱？我感到诧异，如果是以前的女儿，这种禁闭，她不会低下这个头。女儿对我说，今天在超市她老公也看到我了，之前她老公李强不知道我是他妈，今天知道了，让他来找我要钱。李强说，你现在是个大网红，肯定有钱。女儿如今说话都变得很粗鄙，妈，你帮帮我们吧。李强手脚不干净，偷人家东西被抓住打断了手，再也没办法搞装修了，我马上要生孩子了，我们现在还在租房子住。他哭得很惨，我冷漠地看着，沈音，当初你跟我断绝关系时，我就说过，以后不会再给你1分钱。女儿还在哭，我错了吗？我当时应该听你话去复读的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哪怕你给我一点点也行，不然我回去会被打死的。原来李强还有家暴的倾向，我依旧摇头，女儿被我赶走了。几天后，沈音上网发了视频，她带着肚子出镜，举着身份证举报我虐童，斥责我对自己女儿不负责任，她还造谣我常年里的家暴，不给她吃饱饭，导致她生病，并且对她造成心理阴影，还把未成年的她送给男人。如果上一辈子她的视频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艺术加工，那这次的视频则完全是她自己的臆想。我账号粉丝多，外加很多营销号的转发，舆论很快就指向我，上辈子的事情重演了。可这次我早有准备了，在助理的帮助下，我也处理一个视频，女儿的分数和录取通知书，女儿每年的体检报告，还有很多录像照片，我们断绝关系的协议书，还放出来那天她找我要钱的视频。我在视频里声泪俱下，茵茵，妈妈爱你，但是妈妈的爱不是你攻击妈妈的利器，我打过你，但是只打过那一次，那时候你还小，没有任何判断是非的能力，对不起，妈妈确实做的不合格，剩下你造谣的部分，我会报警，妈妈必须自证清白，跟上一辈子不同。评论区完全都是向了我的，怎么会有这种女儿为了要钱不择手段？但是打沈音嘛，那不是救她吗？如果我孩子不上学，我打得比他还狠，虽然是妈妈望女成龙了点，不过也没错呀，谁不想自己孩子出人头地？我报了警，很快女儿发在网上的视频就被删了，甚至她准备直播道歉，没想到直播过程中她突然羊水破了，她想要去医院，可李强却舍不得这么大的流量，硬生生拖很久，等到了医院，孩子没保住，女儿也大出血，好不容易保住命，又发生了感染，那一晚上的直播收益还不够手术费，李强不想给她拿钱，直接就走了，前夫一家更是不可能给她拿钱看病，又架不住医院一直催，就把她拉回了家。女儿要死的时候，前夫给我打电话说女儿想要见我，我到的时候，女儿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这次她终于流下后悔的眼泪，妈，你为什么这次不拦着我上专科了？为什么不救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本不应该这么过一生的，我本来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外交官的。我大漠地看着她说，我知道，沈音，你也重生了吧？也，女儿听到这个字，突然笑起来，果然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在那次她跟我要钱说了一句，我当时应该听你话去复读的，我就知道了，这辈子我没有说过任何让女儿去复读这句话，还有别的想说的吗？我问他，既然都知道都是重生的，那就不要问为什么了。上辈子我也是躺在地上哭哭哀求他，送我去医院吧，让我好受一点吧，可他却无动于衷，一直说这就是你的报应，你以为你培养出一个天之骄子，其实你培养的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变态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变态是培养不出来的，变态是天生的。我错了，我应该听你话，好好读书，我的人生应该灿烂如太阳的，不应该像是一滩泥，我不应该浪费我的天赋。我没有跟女儿说太多，我不想看着她死去，父母爱子则为至极深远。我也是第一次做人父母，不说做的完美，也自认为是不差的。
可是孩子不争气，我也没办法。出了门，我去了机场，却奔赴了我的未来。在国外，我不但增长了自己的见识，还结交了很多朋友，他们从来不歧视我的年龄。我把账号改成了中年妇女的留学生活，很多地方报道我的事迹，找我做演讲。前半生我都是为了女儿活着，后半生我活出了自己。有钱以后，我资助了几个山区女孩读书，希望她们和我一样，能活成梦想中的样子。全文完结。